在長沙縣安沙鎮，隱逸着一處承載着厚重歷史的建築——唐坡田園。它始建於清咸豐4年，由光禄大夫朱玉堂精心構築，是典型的3进庭院式磚木建築，融合徽派與湘派風格。這裡不僅是朱鎔基總理的出生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千福，祝大家福星高照。今天我們要來探訪一座清代民居，這裡曾是國務院朱鎔基總理的祖屋。走，現在就跟着我們一起去看看這座清代民居到底有什麼與眾不同吧。嗨，大家好，很高興又跟大家見面了。今天我們来探訪一座清代民居。整個這個民居周圍綠樹成蔭，四面環山，仿佛穿越回到了明清時代。這是一座，這個民居也被稱為田園。門口有一副對聯：“詩書繼世，忠厚傳家。”我們看一下，旁邊有一塊文物保護牌，這裡被列為長沙市文物保護單位，唐坡清代民居，2005年10月立的。我們看一下左邊，有對這個田園的一個介紹。唐坡清代民居建於清咸豐4年，公元1854年，磚木結構，為3進庭院式布局，係光禄大夫朱玉堂所建。1938年，朱家將唐坡祖屋花園部分改為校舍，後擴建為實中學校。2006年按原貌重新修復。好，我們現在進去。這邊有一個它的布局圖。這是這個唐坡清代庭院式布局圖，這裡面還是非常的大。這是唐坡田園的簡介，就是我們在剛剛門口看到的那個保護碑上描述一樣的。他過來參觀的遊客都要到門口這邊來登記一下。這裡是免費進來參觀的，周邊停車也非常方便。我們走到這個大門。這裡設計還是非常的獨特。映入眼簾的是一座花轎，這個我們在電影電視劇裡面通常能看到，古代的一些達官貴人才有機會，才有條件做這樣的轎子。這裡是一個長廊。這裡便是他們的堂屋大廳。目前這裡就擺放了一些椅子、桌子，像這種都是我們中國比較有特色的這種什麼太師椅呀。这裡是一張八仙桌，看桌子上的雕花都非常的精美，前面应该是摆放那个，这是供奉那些祖辈的那些桌子了。
对，放一些進香的，然後只是它上面應該是因為後面這棟田園是做過修復的，所以這裡就擺了一些簡單的一些陳列設施。我們進到這個房間看一下，這裡看起來應該是一個書房，有一個書桌，後面擺放了一些架子。進到這裡面來就是臥室，這些椅子都比較高端大氣，這個也是以前的老物件，精美的一個放臉盆的架子。這個是衣櫃，中間還放了一個圓桌，這種瓷器的凳子。這個應該是衣架吧，就睡覺前把衣服掛到鈎子上面的。這個是的，這個是衣架。這個是這種雕花大床。這個地方到後面這個房間，這個地方就是一個空房了。對，這裡應該就是一個偏房。這個地方有一個什麼東西啊？這裡會不會是地窖啊？好像有個安門的。這裡有可能是一個地窖，打得開嗎？你看一下。你打不開應該。哦，打得開。哦。看一下。哦，難道是雞籠嗎？哦，下面是一個放雜物的地方。應該是養雞的，我覺得。養雞的有可能是我們之前在那個齊白石故居那裡，他養雞是養在地下室的，有沒有記得？是的。這可以上2樓。哦，這裡是可以上2樓去。這裡也是一個木質樓梯上去。這邊也是個空房。這裡也是靠後面的一個空房，我們到後面去。這裡是一個小的幾平米的一個房間，不知道是做什麼樣的用途。這個是後院，這裡栽種了2棵樹。這是一個天井的一個設計。這裡面房間很多。在這個天井裡面又栽種了1棵樹。這裡發現了什麼？這裡有一個之前的一個書法題字。哦，年代比較久遠了，都發霉了。好，我們到另外一邊去。哦，這裡有一塊花崗岩的這種石碑。破損了。这裡還有什麼？就放置了幾張桌子。这裡又是設置了一個天井，屋檐翹起，典型的清代民居的一個建築特色。它這個庭院裡面到處都栽種了樹，都是在這種天井裡面，給這個
庭院增加了一份綠意。現在我面前的這個亭子裡面，以前這個裡面是有一口井，現在用圍欄圍住了，下面都還有水，只是現在基本上廢棄了，因為這裡已經是完全作為文物點，供遊客參觀。我們又繞到這個大廳的門口來了。我們現在到右手邊這個房間看一下。哦，這裡就是也看起來像是書房辦公的地方。但是這裡掛了幾幅畫。這幾幅屏風畫非常的精美。這是菊花，這是孔雀牡丹、梅花、荷花，這幾幅畫都是高洁的那個寓意，辦公的案桌非常的大气。這個也是書櫃，精美的雕花藝術。再到裡面來就是臥室，這裡的陳列設施都非常的古色古香，衣櫃，還有衣架，然後這種精美的雕花大床，這是梳妝台。好，它這個臥室這裡還開了一道門，我們到後面去。它這裡還有樓上，我們從這個大門進來的左手邊發現這裡有一個戲台，還保留在這裡面。這個匾額上寫的是“名勝原因”，正符合了這個戏台的一個主題，就是在這個院子裡面，以前他們要是擺什麼喜慶的事情啊，就是請戲班子來這裡唱戲。這個戲台看起來不是很大，但是非常的有特色。我們走上去看一下。這樣的戲台、古井、山石這樣的景觀，都是歷經了100年的風雨啊，見證了無數的兴衰變遷，讓人不禁感嘆物是人非。懸掛的2個木質的燈籠，非常的有意境、雅致。樓正前面就是另外一個大廳，只是這裡面的家具不多，基本上是空房。剛剛問了一下這裡面的工作人員，他說樓上呢基本上是空房，只是樓下擺設了一些家具。這裡面家具不多，但每一件都顯得雅致大方，而且園子呢本身也保持着極高的清潔度，有專門的師傅呵護每一個角落。這是另外一個天井，天井下面它不是完全空旷的，它基本上会做一些修飾，栽樹啊，還有設置了一個這樣的假山。
花草擺設，還是顯得特別的雅致。它這裡面原來佔地面積有6000平方米，建築面積就達到了2400多平方米。所以我們穿過了一個房間又一個房間，一個院落又一個院落。這個院子內庭院深深，白牆青磚，黛瓦層層疊疊，與城市的喧囂形成鮮明的對比，多了一份寧靜與歷史的厚重感。青苔在台階上蔓延，陽光透過樹葉灑在茶花樹上，每一處都是時間的見證。這裡又是天井，這裡設置了這樣的假山景觀，非常的別致，栽種了一些竹子。這裡是放了一些雜物，這是雜物間。我们去前面那裡看一下，刚刚他們應該能走了。所以以前真的是只有大戶人家才能住得上這麼大的一個豪宅。現在我們來到了一個文化展示，這裡面看一下朱昌齡簡介。朱昌齡公元1822到1912，字雨田，是長沙早期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，祖籍是安徽的，系明太祖朱元璋的後裔。朱昌齡本系儒生，由於科舉落地，青年時就開始做糧食生意，後在太平街開朱錢總站，兼營糧食、淮鹽和茶葉販運貿易。建基巨資，成為長沙著名的富商。這個是他們朱鎔基總理他們家族的一個介紹。他倡議疏浚浏陽河，開闢新河船埠，先後捐資13萬元。之具歷時10年竣工，1899年又捐資修建平江長壽街馬石路面，體現了長沙商人的儒商風範。這裡是唐托朱氏族譜，朱元善、玉堂公、朱之典及朱昌齡、雨田公、朱之貴、岳令公。這個是後面的子孫後代。這個是朱氏家族4世同堂的合影。光緒27年，也就是1901年辛丑春，4世同堂的一個家族合影。好，再看一下這裡。哇，這裡是一些字畫。這裡是一些書法的字畫。我們剛剛從田園的主屋結構參觀完出來，發現這裡有一個田園的一個花園。我們看一下，它這個花園的門是打開的，隨時可以進來。這裡都是栽種了好多的桂花樹，
不過這裡面雜草叢生。這裡面應該也是休閒的一個場所，旁邊都是綠樹環繞，這裡建了一個亭子，休息的一個場地。最近幾年，它這個田園沒有对外開放，所以來的人不多。現在這裡都是雜草叢生，這裡還設置了一個長廊，到處灰塵僕僕，因為沒有遊客來這邊參觀。這裡面的綠化設施還是做得比較好。現在已經立秋了，這裡面還是非常的涼快。到處栽種了樹，只是這些草啊都沒人打理。這裡偶爾還能發現這個周邊的村民養的散養的雞。白牆黛瓦，非常的有特色的一個清朝的建築風格。這個看起來應該也是後期修繕的，不過還是非常的有特色。我們在它這個田園的前坪這個位置發現有一口池塘，這個池塘看起來還是有蠻大。以前大戶人家的正門前面都會挖一口池塘，作為風水寶地。在大戶人家的家裡都會設置很多天井，像那種天井裡面呢，都會設置明溝和暗溝，那麼雨具的雨水從明溝流到暗溝，暗溝再流到前面這個池塘，也就寓意着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聚福聚財的一個寓意。現在周邊的村民養的這種雞呀，都在池塘這個地方休閒覓食。好，我們再走到前面這邊去看一下，現在這裡都設置了這種柏油路面。在我鏡頭前面這一大片空地，據當地的人講，它以前這個地方也是屬於這個田園的一個住宅基地。我們看到這個青磚還是保持原來的地面，因為10來年前這個地方有很多遊客過來，然後沒有停車的地方，所以索性把這個前面的這個一排建築全部給拆毀了，然後設置了一個這樣的停車場。你看周邊都種了4、5棵這樣的桂花樹。青山綠水，群山環抱的一個風水寶地。我們現在走到這個田園的後面去看一下，從這個巷子裡面去看一下後面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景色。現在在我鏡頭前的，也就是它的一個側門了。在古代等級非常的森嚴，以前下人或者是說他們
在裡面幫忙的或者送菜呀，或者是其他的人呢，不允許從這個正門進去，都是從偏門、從側門進去。這是我們古代的那個社會地位來決定你來走什麼樣的門。像這個側門一般都是下人、僕人才走的通道。你看後面應該是有居民，周邊的村民在這邊居住，但是這裡看起來雜草叢生，我估計可能都廢棄了，不然這條路都沒有這麼荒蕪，草都長到路上來了。好了，前面我們就不去了，我們回去。整棟房子還是非常的大氣，建築特色非常的恢宏，有氣勢。他們祖上也是經商，然後慢慢的就富足了。這裡面空氣清新，非常的安靜，真的是遠離城市的喧囂，修身養性的一個好地方。天福發現了這裡有個台階上來，這裡好像是他們的墓碑，朱玉堂的墓，也就是刚刚我們在他這個院子裡面對朱玉堂的有一個介紹。晚清湖南巨商朱昌龄之父，名元善，字采湖，遗字玉堂，遗子誥封光禄大夫。墓坐北朝南，呈半環形，占地面積有50平方米。墓总墓圍均由山和土砌築，墓碑為花崗石材質。墓總前5米處有花崗石階梯。長沙縣人民政府2015年立的。你看它整個這個墓園的一個設計，背靠大山，前面是空曠的地方，這裡還安裝了太陽能的監控器。這棵樟樹都有106年。哦，這棵古樟樹，古樹參天，100多年，對吧？好，你看前面非常的空曠，風水寶地。古代的達官貴人在擇房子這一塊對風水的講究非常的嚴苛，門前都必須有池塘。現在這個門是緊鎖的，因為它這個田園已經近幾年都不對外開放了。我們今天來有幸能參觀到裡面的場景，也是非常的有機緣。很多人到這邊來只是在外面駐足觀看了一下就走了，但是我們今天有幸能參觀，是非常的幸運。好啦，天福，你參觀完這個田園有什麼樣的感受？這座田園三面環山，綠樹成蔭，推開大門就能聞到一股清新的古色古香，是一個值得遊覽的一個好地方。如果大家對我們今天所探訪的視頻內容，也就是這座田園感興趣的話，可以來到湖南省長沙市前來遊玩。那麼本期視頻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